这条横贯中亚的长达19.2公里的隧道，是中亚第1长的隧道。原来一走一趟大概要4到5天，现在是2个小时就可以过去了。2016年6月22日，乌兹别克斯坦的卡姆奇克隧道顺利通车。我去这个国家第一次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它的钞票。我本来以为洪工会说，我看的就是它的地形地貌，结果洪工说我是看钞票。它的钱呐，它是为了称来称的。而他就是这条中亚最长隧道的专家组组长，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洪开荣。渗水使得我们的工人全身都是湿的。19.2公里，有将近10公里的研爆区。治理研爆是隧道界的一个世界上的难题。形象的比喻就是有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嘣就把石头崩出来了。所以这个隧道里面体现了中国速度，更体现了中国质量。在其他国家都说需要5年，但是中国保证3年可以完成。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鬼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你们会不会时常因为工作压力大，然后做一些梦？请大家想一个画面，探索新知，凝聚中国智慧。本期演讲者洪开荣。品味中国敬酒，感悟中国智慧。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健康饮酒倡导者中国敬酒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我们都知道，在“一带一路”沿线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但是长久以来，天山山脉阻隔了从费尔干纳盆地到塔什干的道路。那么，为了打通这样一个交通上的障碍，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建设者们联合起来，修建了一条横贯中亚的长达19.2公里的隧道。这条隧道是中亚第1长的隧道。这个隧道的名字叫做卡姆奇克隧道。这条隧道成为了中乌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一个重大的标志性的工程。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开讲嘉宾，相信他能够很好的和我们分享这条隧道建设的背后，他们所经历的那些事情。掌声有请本期开讲嘉宾，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洪开荣，有请洪工。你好，你好。谢谢洪工。今天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洪工。我们联系了您将近有2个多月，对，好几次说敲定了录像的时间，说太好了，终于可以录一期洪工的开讲。结果临到头，洪工说实在抱歉，有重要的会议。工程就是还是比较多，有很多问题需要一起大家来商讨怎么来做，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更有利。就只要是中铁隧道局要进行建设的工程，您可能都要关注。对。一开始说您来之前特别在意今天这次演讲，多次调取我方资料，在网上看了好多我们的节目，就他和他的工程师开会用数据来算哪一类的问题出现的概率是多少？反正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是来之前，您最担心的是您自己的，一个是语速，您觉得自己说话太快，比较快，我平常说话也比较快，工程师的特点。但是第2点，洪工最担心的是在如此快速的语速下，因为洪工是湖南人，洪工害怕自己的塑料普通话会影响大家的理解。就传说中，反正编导给了我很多信息，但今天见到您跟您的这个交流，我感觉您的普通话确实有点问题，但问题不大，问题不大。但是椒盐的分量不是很重，一个椒盐普通话我们叫做。什么？椒盐普通话。椒盐普通话。对。麻辣小龙虾。
卡姆奇克隧道从费尔干纳盆地到塔什干。如果说到这个地理概念大家不熟悉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传说的汗血宝马，其实就是产在费尔干纳盆地，所以那个地方物产丰富。大家有机会的话，未来可以到那边去看一看，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一种异域风光。我去这个国家第一次看，并没有去看它的风土人情。我第一印象感觉最大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它的钱呐，它是为了称来称的。我本来以为洪工接着会说，我看的就是它的地形地貌，结果洪工说我是看钞票。当时我们是7个人，吃了7碗的普普通通的面条，然而接我们那个同事去买单啊，拿了几打这么厚的当地的币，我们就笑，怎么有这么多钱啊？这个面条这么简单的面条，我们的同事给我讲，这个国家的币叫做苏姆，我们的1块钱相当于人家的1200苏姆。7碗面条，我们就按1碗面条10块钱算吧，7碗面条70块钱，1比1200，将近8万多。8、9万了。吃7碗面条，掏出8万多往那一拍，最后还告诉他别找了，别找了。买面条我们还是比较简单的，这样这个钱我们数得过来。但是我们项目上的大师傅到菜市场去买菜的话，他可能是先称菜，这称了米，接着干什么？称钞票，拿麻袋装的，恨不得是吧？就是这样的。但是我听说，当时这个隧道建成通车的时候，通车仪式，乌兹别克斯坦的前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起通过视频参加的通车仪式。那么重要的通车仪式，当时也问洪工，洪工说没档期。因为工程啊，就是还是比较多，一个一个做完之后啊，下一个工程又开始。对我来说，搞技术的啊，一般很少在这种贯通现场。回来晚上看的，把我们的新闻联播呀，看得非常的激动吧，应该说是，所以在他们的背后，究竟每天在经历着什么？而他和他的同事们，在世界各地，在为中国建设者树立着一个怎样的全新的旗帜和标杆？接下来，掌声有请洪开荣工程师为我们开讲。首先，请大家想一个画面，你要到你国家的首都去，因为没有比较方便快捷的道路，你必须得经过别的一个国家去中转一下，才能到达这个首都。我不知道大家这个画面一想，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国家有3000万人，然而它有1000多万人是面临着这样一个境遇。大家可以想一想，这种境遇会是什么状况？好在2016年6月22日，在乌兹别克斯坦这种状况结束了。这种结束，就是因为有我们中国的隧道工人把它打通了这个隧道。乌兹别克斯坦这个国家面积并不大，只有44.7万平方公里。费尔干纳盆地物资非常的丰富，它生产了4金：黄金、白金、钨金和蓝金。蓝金就是指天然气，钨金是石油，白金不是我们普通指的白金，那什么棉花，经济价值是非常高的。所以这块地方对乌兹别克斯坦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济来源。但是这个地方的人民到首都去非常非常困难。可能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要到北京去玩，很简单，一张高铁票从祖国的4面8方到了北京过来就可以了。但是对他们来说可能很难，因为当时要到首都去，他们只有2条途径，一条途径就是我刚才讲的到国外去，另一个途径就是坐我们的汽车。但是汽车这条路上要爬一个2000多米的高峰的山，特别这个道路啊很差，到了冬天它要经常是结冰封路，所以这条路实际上是乌兹别克斯坦这个国家人民和政府想了很多年得修这条路，但是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有穿透一座山，这条天上上面的一座山，如果要把它通过去，要打20公里的隧道，但是因为这个国家在技术、在资金方面、在制作这条隧道一直没打通，
到了2013年的时候，当时的总统就想在他的任内要把这个隧道打通，所以他命为这个隧道要总统1号工程。那么我们怎么去接这个隧道？怎么去拿上这个任务呢？这个隧道作为总统1号工程之后，他派了个调研组在我们国内调研，他们就给我讲，我们想打一个20公里左右的隧道，你们有多长时间能打通？能不能3年打通？3年打通一个20公里的隧道，难度是很大。类似的这个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圣格达机械隧道，这个隧道长度是57公里，但是国外顶尖企业整整用了17年才打通。另外一个隧道就是挪威的一个24.5公里的拉达尔隧道，前期花了很长时间来做勘察、做设计、做研究，真正开工之后也用了5年有8个月的时间，才把这个隧道打通。那么3年在没有任何情况下把它打通，这个20公里隧道确实难度和压力很大。我们当时也是比较犹豫，是接不接这个活。如果放弃，我们意味着失去了一次很好的在世界上竞争的机会。实际上，我们隧道水平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我们统计了一下，中国国内隧道已经有4万公里。什么概念？4万公里？4万公里就是说我们跟地球绕了一圈，这我们是有能力，但是我们没有机会去展现，特别是我们很少在一个国际场合跟国际上的企业竞争，造成我们世界上的认可度相对来说没有达到我们期望的程度，这是我们很大的遗憾。所以在这个时候做这个决定，不仅仅是需要我们技术支撑，更可能需要我们中国企业的企业决策的勇气和决心。你能不能做？奔着这样一个想法，我们必须得干。我们有这个自信，我们要真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亮出我们的剑，所以我们把它接下来了。我们接下来的工程来了，但是我们在谈合同中，我们希望这个隧道能够按照我们中国的标准、中国的技术来进行设计，来进行施工，来最后进行验收。假如说乌兹别克斯坦我们沿用它的标准，它的标准实际上一直是沿用前苏联的标准的。我们对这个标准还要熟悉，那么我们的设计流程时间是会很长，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实际的推进。另一方面，因为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我们的普速铁路好、高速铁路好，形成我们一套技术标准、技术体系，而且中国的技术吸收了世界先进的一个标准技术，根据整个发展方向，我们把它融合起来了，提出了中国的自己的标准。我们希望我们的标准能够推向世界。那么下来之后，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做。我们的这个工程遇到最难的就是2个地方，一个是涌水，一个是盐爆。这个隧道里面的涌水量是每小时200方左右的水，各方面都我们渗下来了。这种渗水使得我们的工人全身都是湿的。我们有一个工种叫做拱架安装，因为这个隧道比较高，我们一瓶拱架的重量大概达到460公斤。因为涌水要每一个螺栓对得很好，连接好，很困难。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工人是紧紧地举着我们的拱架，一次连不上2次，2次连不上3次，直到我们的拱架把它连通，最后把一个神患做下来，他们的手举不起来了，使我们非常非常感动。另外一个就是盐爆，治理盐爆是隧道界的一个世界上的难题，就是说盐体里面它形成了很多的弹性变性势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它突然之间释放了就把这个岩石形成石块，把它飞起来。形象的比喻就是有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嘣就把石头崩出来了，弹射出来，危险非常大。工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可能会伤及身体，伤及生命。为了保证人员的安全，我们是做了一个棚架，用钢棚架把它遮住，使人员在下面能够打眼能够作业，这样防护起来。我们一个工人说得很好，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碰到这个盐爆，心里面很虚，不敢上。但是通过我们的各种总结的盐爆发生时间、盐爆发生一些规律，大家都掌握的，就心里有点底了。第二个方面，我们的防护措施到位了。第三个方面，我们要求我们的技术干部一直要盯在现场，他要观察，他要总结，
它要在危险的时候，它顶到那个地方，才能使我们的工人的工作能够进行下去。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下，我们克服了一个一个困难，整整用了903天的时间就打通了，而且也只用了1024天的时间，我们交付了运营通车，这也是很了不起的。在这么一个情况下，我们终于完成了我们最初的承诺，我们最初的使命。我们亮这个剑是亮对了。这也同时展现了我们中国隧道水平的进步。当时吴国这个国家，他们选了一个这个监理公司，是德国的一个监理公司，它在国际上很有名，对工程质量把关很严。贯通的时候，他们总监就给我们讲，在这个隧道里面体现了中国速度，更体现了中国质量。中国质量跟中国速度达到了完美的结合。我们这个隧道已经运营1年多了，1年多没有发生任何一个问题，包括原来他们担心的冬季啊洞口容易冻胀，把这个结构冻坏，这个事情都没有发生。轨道上面也没有结冰，因为我们排水系统做得很好，车辆的运输方面、信号方面都非常正常的。所以说，我们讲中国并不是仅仅中国速度没有中国质量，中国质量也是世界上可以值得信任的一个质量。隧道通车仪式是2016年的6月22日做一个贯通典礼的，总统和主席按完一个按钮之后，列车缓缓的通过，大概花了10几分钟就到了这边。这个时候，我们的建设者、当地的居民非常的热烈，有很多人拥抱的哭起来了。其中有3个人是3姊妹，她们有5年时间没见面了。其中一个妹妹是住在哪呢？首都塔什干这边，另外2个是住在费尔干纳盆地这边，因为这个交通条件不好啊，没有见过面了。通过这个列车的连接，他们见面就非常容易了。最后面，他们还希望我们留出给他们一些安全帽，就是工作的安全帽，给他们做纪念。我们给了3顶安全帽给他，我们想这3顶安全帽可能是他们非常值得珍藏的一个纪念品。他感谢中国朋友，我想这安全帽的友谊会源远流长。现在整体来说，这个隧道运营了1年多，原来走一趟大概要4到5天，现在是2个小时就可以过去了。那么1年来，经过我们统计，就是人流总量是达到了500万次，也就是相当于这1000万人每2个人已经走过1次了。它的石油这些矿产资源源源不断的现在运到了中西部的工业城市，使它的国家的经济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隧道会见证乌兹别克斯坦的社会和经济的一些变迁。而且来说，我们国家现在大力的推广“一带一路”的上面的一些道路，大家可能也听说过，有一条道路叫做中基乌铁路，20年来都没有往前推进。通过这个隧道的建设，前一段时间捷克3任总统到中国来访问，就又提出了是不是要修这样一条铁路，赶紧把它通起来，中基乌铁路能实现我们的梦想和他们的梦想。希望通过我们的隧道建设，能够把各地的人民连接起来，把我们的心灵沟通起来。所以，我们有句话叫做“隧贯山河，道通天下”，这就是我们隧道人的梦想。谢谢大家。谢谢韩工。品味中国敬酒，感悟中国智慧。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健康饮酒倡导者中国敬酒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好，谢谢各位，大家请坐。您的这个开讲有情、有义，还有理，中间既讲到了这些技术的问题、工程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让我们看到了这一个工程背后的意义。它连通的其实是两国之间
人们的文化、经济贸易，甚至是情感和友谊。今天我们现场请来了30位特别的观众，他们是来自全国各个地方不同的工程项目的建设者。这30位观众当中，有6、7个人是之前曾经参加过卡姆奇克隧道建设的。此刻，他们就散坐在我们现场不同的角落里。请洪工用您的工程师的敏锐的眼睛，在10秒之内给我指出那6、7个人。开始，10、9、8、7、6、5、4、3，时间到。哪些？哪你看这哪个几个面孔？这位，还有这位，对，这位是纯衣服的，这位穿那个花格子的，那是2口子啊，那是在我们现场的2口子，他们哪2位是2口子？那2位，他们一这个个接着现场，花格衬衣给和这个，哇，哇，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各位，欢迎各位，请坐，请坐。哎呦，那看来您真的厉害，因为你想，这个隧道完工已经有1年多点时间吧。对啊，去年是您还6月20号。对每一个人的面孔都还是记忆犹新的。因为在一些关键岗位上，这些同志啊，做出了很多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事情，所以记得。但是如果说每一个，确实还是很困难。因为工程队伍太庞大了。你就光卡姆奇克隧道，就中方的施工人员大概得有多少？高峰的时候，中方人员大概是1200多人在那个地方。那1100多人现在都在演播室外排队等候您。那1000多人可能更激动的想看我们小萨呢啊，做这节个节目目播出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在电视机前看着您。那在您演讲的过程当中啊，也有很多观众用这个小纸条给您提问。您既然看了我们那么多节目，您应该知道这个环节，观众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位观众问，他们都说做工程的特别难找对象。现在我想问，咱们那里的年轻员工单身率是不是特别高？这是哪位问的？我看看。最后一位，哦，最后一排坐在犄角旮旯里的那位，孤独的男生，连我们的追光都打不到你脸上了，他感觉像站在隧道里一样，黑乎乎的。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土木工程。土木工程。未来想不想到洪工他们这种高精尖的队伍里面来？想是吧？告诉你，你做好单身的准备吧。可是我现在有对象了。你如果是这样，那你这个问题问的就很不厚道。自己有了对象，然后还问您那儿是不是单身率特别高？他可能你这很不善意，你啊，他很多朋友想有很多朋友想去啊，是不是？所以他欢迎欢迎，带更多人去，我们欢迎啊。但是，真的会像这个小伙子想象的那样，就是不好找对象。其实啊，现在我们的企业发展啊，有2个方面，一个是区域性的发展，就是企业我们以前是东北西跑的，今天在东北干，过2年可能到西南干了。现在我们区域性的发展。哦。你这个企业到那个地方，这块市场啊，就是一个东北，就东北这块。你可能不会离家太远。对。就是在这一片地区。你西南啊，这样的话，你相对人就是固定了，你走对象也好，走女朋友比较好走。但是你就算在这个地区，你也老回不了家呀。第二个啊，我就说这个事情。对呀。现在我们管理上面有一个强制性休假的规定了。现在，以前大家都强制性不休假，现在反过来强制性休假了。必须休假，必须的。就你自己想不休都不行。对，就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要找女朋友还是有很多的机会。你如果带着你的朋友来，我可以保证你可以找女朋友。刚才说到的，您的那同事当中有一对夫妻。对。啊，来，听听他们的经验。我先听老公。老公。丈夫，你先说，你俩是咋认识的？我们2个是一起参加工作的。所以你爱人和你都是在同一个岗位上，还是说做着不同的岗位？是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岗位，哎，但是在一个单位。对，在一个工地。所以你就趁其他男生没下手之前。对，就是这样的。所以那会儿找对象还确实有点难，是吗？对，我们那个时候是00几年的时候有点难的，但是现在好得多了。所以当时，当你跟你爱人确立了恋爱关系之后，
你在男生当中的人缘是不是一落千丈？应该是这样子。他很有意思，他一定是工厂过年的，而且有一年哈，他们小孩呀，从国内到乌兹别克跟他们一起过年，因为回不来，把孩子专门接到乌兹别克斯坦过年。对，所以孩子能理解爸妈的这份工作吗？他的印象当中最深的就是戴安全帽的就是他爸爸。那坏了，乌兹别克斯坦现在所有女孩都戴着安全帽。哎呀，但是你想想，别人家的孩子一到过年过节的，父母说带着出国玩吧，去哪儿啊？去什么海岛、旅游的地方是吧？一问你们家孩子去哪儿啊？乌兹别克斯坦，看隧道去。每当他坐车过隧道的时候，就说这是我爸爸妈妈修的。所以再次把掌声送给这些为了工程、为了项目不断奉献的人。这个观众问题这一块儿，盐爆区你已经顺利通过了，接下来进入冒水区，这个又是一个艰苦的环境。这个6位青年代表，第一位，洪工好，小萨哥好，我是来自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我在大概3、4年的时间里，就走过了12个亚洲国家，去做这个“一带一路”的跨文化调研。在这个费尔干纳盆地，我们见到了当地的人3圈外3圈的把我们围起来，以至于我们的同学们都说，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在哪里看到过有人对我们中国人这么的热情。但是这个热情，冷静的反思，我们认为这个更多的可能还是好奇感。我就特别想询问，洪工在这个隧道的开工的建设过程当中，和乌兹别克斯坦当地的人们交流互动，是否有增强他们对于我们中国人的认识呢？我本来啊，我这个角色，在工程上面，并没有去待900多天，就待在现场。对。但是我接受了好几个人，我们有一个翻译，跟我们在一起，他是乌国人。他曾经在我们中国留过学，跟了我们3年，他的普通话也学得很好了，还跟我们学了很多的四川的方言、河南的方言，包括我湖南的土话。这个小伙子现在普通话我特别想听一下，是吧？下次有机会我们请你去，因为他的普通话的时候啊，他是说得很好的，但是他说四川方言的时候也说得挺好的，他2个不会混淆，不像我这样，讲普通话跟湖南话都混到一起了。反正那个小伙子，我觉得他只要在工程界就好。他别去开语言学校就行。但是我们工程干完之后，他叫我们写个证明给他，在我们这个乌兹别克的隧道跟中国人一起干个活，要盖个章，写上字。我们问他为什么有这个东西，他说我拿了你这个东西，我在乌国走工作，就有方便的多。后面我们问问我们各个分部的，很多人都需要签这个东西。果不其然，3年干完这活之后，这小伙子立马就在乌国一个企业找到他的工作了。我们这一次又在乌国竞标又进入了一个工程，但这个小伙子一听说我们又有工程了，他马上打电话给我们联系，他说我想到你们这儿来工作。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你跟你们处理的关系非常好，没有歧视我们，就是大家相互之间非常和睦的一个状态。更主要的是我们需要队伍的时候啊，人家很主动的把他们附近的村里面的或者是亲戚叫过来到我们这工程来干活，因为我们当时资源很少，所以说只要我们真诚的相待，他们也会真正相待我们。我觉得中国人现在出去，我们有更和平的心态来看待我们这些跟我们一起战斗过的人，可能很多人会认可我们这些中国人。真的是内心感触非常的巨大，因为我当时去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我们就是从这个首都塔什干，然后一路开到费尔干纳盆地，但是这个公路竟然不允许我们21个人坐大巴过去，我们只能分成了8辆小轿车，非常威风的开了过去。车队，对，是的，是的，也是非常感谢洪工以及代表中国力量的工人们，能够带给我们这些奇迹，带给这些世界奇迹，非常感谢。谢谢。黎文军，夏老师好，洪工好，我叫黎文军。其实刚才听了您的演讲之后，我真的是跟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的人感同身受，因为我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
哦。然后我们印尼现在也正在建一条高铁，就是雅万高铁。啊。那印尼人对高铁、动车、普通火车这三个，就是其实也分不清，我们只会我一开始也分不清。在中国刚开始有动车和高铁的时候，我一开始也是高铁、动车，包括什么这个快车。什么普动，这不是好多，对，好多概念我们也分不太清楚，现在才慢慢搞明白。我们印尼人只会用一个单词去说，就是kereta api 火车的意思。火车。对，但是我来到中国以后，我以为中国和印尼也是一样的，因为我在人在囧途里边看到那种，就是车厢里都是拎着大包小包的人，甚至有一些人都是带着鸡上火车的那种画面，然后我以为中国也会是这样。因为我们印尼过新年的时候，开斋节也是会有这种买不到票回家的，就是可能有的甚至坐在那个火车顶上，或者是挂在那门上的，对，就特别的危险。这个火车质量真好。对，这已经不是超载的问题，这是。对，是特别的危险。然后我也有对这个雅万高铁这个项目的新闻有关注一点点。那我知道15年9月份的时候，中国和日本同时有给印尼政府投了高铁承建的一个方案。日本那时候的造价好像是62亿美元左右，但他们说需要5年的时间，而中国那时候的造价是55亿美元左右。而且只需要3年的时间。那我特别的好奇，刚才您也说过，卡姆奇克隧道在其他国家都说需要5年，但是中国保证3年可以完成。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为什么当时说我们承诺啊，就有3年能够做完？当时我们的装备水平啊是比较高的，我们的组织管理效率啊是比别人高的。我们知道，在这个以中国人的组织方式来做。我们的速度会达到多快？我们是有底的。这几年国家啊建设的铁路或者是地下工程的长度非常长，各种各样的地质条件我们基本上都经历过。不像国外，因为前期是做的比较多，后来就是建设越来越少了，所以他这段时间遇到的一些这个经验的总结啊没有，所以他可能感觉很困难。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我们去类似的那个斯德哥尔摩去跟他们交流。他们就给我讲了一下，他说几十年之前我们做了很多一些隧道，但是我们这个隧道的经验技术都没有传承下来，现在年轻人都做的很少了。但是我们因为有技术，有长期积累的一个工程经验，我们觉得我们是完全能够满足这个要求。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做隧道的都不回家过年，而且不是1个年，是1个年、2个年。3个年，谢谢洪工。希望通过雅万高铁的建设，能够更多的高铁在我们印尼建设起来。因为我们印尼是岛屿国家，希望能够对，不但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岛屿与岛屿之间也可以有高铁。谢谢。那就需要海底隧道。对，谢谢。谢谢。下一位，江旭。洪老师好，小撒哥好。其实我的姥爷他是一个老一代的铁路人，他是新中国第1批大学生。他在云南大学学的就是铁道工程。他跟我说，他印象最深的是黑龙江铁路，然后修到内蒙古，然后整个这个工程花了8年时间，整个工程需要1万人全职的工人。然后那会儿没有任何机械，就纯手工挖，全人力，对，全人力挖。然后大家根本就没过过年，没过过周末。纯手工打造限量版。对，就用现在来讲是这样。所以刚才听到洪工说，他们现在完全可以靠机械，就是更快速地完成这些工程任务。我想知道您在您的职业生涯中看到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首先啊，我们向我们老一代铁路建设者表示致敬，谢谢，确实很不容易。但是我们这几年或者近20年来的隧道技术的发展，是伴随着我们机械设备进步这方面的发展而产生的。比如说，我们以前大部分是做城市地铁的时候是明挖开一个肠子，是吧？来打开，最后覆盖起来。但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叫做浅埋暗发，在地下不需要开膛破肚的来
挖隧道。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的机械施工，在90年代之前吧，大部分我们是用人工开挖的一些方法，现在普遍采用的盾构化施工的一个方式，那强度降低了，速度也快去了，质量也好了。这就是这就是盾构。这是我们国产的设备吗？国产盾构一个管片安装机这块应该是。哦，在我们国家的支持下，2008年的时候，我们自主知识产权，一个环境现代的盾构机制造出来了。从此以后，我们国家的盾构在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80%多，从原来的0增到80%多。现在应用范围越来越广了，所以也推进了我们地下工程的发展。说到盾构，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故事。其实最早90年代的时候，咱们国家开始用盾构的办法施工的时候，盾构机都是国外的。国外的对。那时候没有国产的，因为人家国外的机器嘛，还挺贵的。中间好像有一次是有一个盾构机什么地方坏了，坏了以后，当时外国专家说这个修不了，说你们只能换，但是一换要花300多万美元，就特别贵。红工从那会儿开始就有这个特点，就他老在旁边偷偷看。你知道吗？老偷偷琢磨外国专家怎么操作机器的特点，结果那会儿红工站出来说这个东西不用换，我来修。然后外国专家说你修可以，但是出任何问题你负责。红工说没问题，带着一帮人咔咔咔给修好了。从那以后，红工就带着他的团队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应该是国产盾构机械的装备的研发人员。哇，厉害厉害，向您致敬。他也不说，就在那旁边看。每天人家挖，他就在那看。也不是看啊，这是还是研究。研究。但是这种看是要看着为什么发生这样一个事情。对。那是在2001年吧，因为当时确实我们不敢去操作，这个设备新进口的。对。第一次用真的出了问题，这不好办。但是确实来说，经过我们的努力吧，我们把它解决了，而且也推动了大家就是盾构，我们可以去朝着我们自己的思考方向来发展。谢谢啊！我今天还特意带了一个我姥爷当年工作的小本儿，他从他上班的第一天起，一直到退休最后一天，他把每天的工程日志都特别工整地写下来。对，然后包括刚才提到的黑龙江修到内蒙古，他都手绘这个路线。这是真正的。对，这是58年的小本儿。哎呦，这完全是手绘的，非常珍贵的，应该完全是手绘的。他家里有上百册的这个小本儿，堆满一整个书房。我今天管他要了一本，给大家看看，看出来了，你姥爷是个学霸，真认真。这是因为有他们把这些资料记录起来，对，推动着我们不断前进。原来啊，很多东西都没记录下来，或者过程中没记录下来，影响了我们后面的发展。这些数据资料非常重要的资料。他跟我说，他每天都会做梦，就梦到工地上可能要发生什么问题，哪个细节没有注意到，他会惊醒。所以我好奇您会不会时常因为工作压力大，然后做一些梦，包括我姥爷退休之后都在梦他上班的事情。这个现在哈，就是因为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决策程序啊，可能比以前要好得多。以前因为是独立性啊，就是发挥个人作用要多一些，现在群体作用、团队作用发挥的多，把各种问题、科学管理考虑的更多一些，在决策方面就可能更些，但是有时候也担心。决策完了还是担心，比如说我这个事要做，不一定是12点之前要把这个困难解决了，但到了12点的时候没有给你反馈信息的时候，可能是非常担心，有点焦虑，纠结有点纠结。但是整体来说，目前为止做这个噩梦的哈，就是越来越少了，应该是。红工最近只做过一个噩梦，就是要开奖了。我姥爷今年90岁了，我一定会让他看这期节目。我相信他看到这样技术进步，他会非常欣慰。祝老人家健康长寿。谢谢。真的是现在，我相信你们的每一个工程的数据，包括建立的标准，都会成为后面跟随者最好的一个标杆和一个参照物。下一位。李慕言，夏老师好，洪老师好。你好。刚才了解到洪老师看了之前很多期节目，不知道您对我有没有印象？他曾经出现在之前的某一期节目里。他不常来，是不是？但那期节目跟您可能有点关系，应该说。是不是做过那个？我看了您那个节目啊，乔布是不是这个？我看是不是这个？还真是他，哎呦！所以那期节目您是作为您的重点来看的，因为那期节目是港珠澳大桥的总设计师，
他是修桥，您造隧道。他也造隧道，也造桥。啊，对，他也造隧道。你这动作做得很漂亮，呲了就对，是吧？基本上建完之后，就相当于过山车一样，一会儿咔我们在海面上飞驰，一会儿哗到海底隧道，过一会儿哗又出海面。对，他是当时那期节目的青年代表。我是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高2的学生。我一直对土木工程系，无论是桥梁还是隧道都很感兴趣，然后所以就从桥梁那期追到了您这期。就你打算以后横跨桥梁和隧道？在我们这个行呢，叫做桥隧不分家，是一家的。桥隧不分家。不分家，对。我记得初中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提到隧道是在讲那个岩层的时候。我们当初讲的时候是说，地理老师说在这个部分挖隧道是不容易出现太大的问题的。但是我想请教一下洪老师，是真的只要是按照这个方向挖过来就会没什么问题吗？你知道洪工现在基本上都是他出题考别人，很少再有人给他出题目考试。来，我把这个拿到台上，观众也能看一下。大家一起开个会啊，研究一下。好，现在很重吗？不重，我端着。他的意思是说，在这个位置横着打过去是比较安全的。如果我们要竖着打，就麻烦。或者在这个凹下去的地方，这么在这儿打也不安全。做地下隧道工程的时候，有一个您说您的，我给他们展示一下。叫做逢沟必断，就是有沟啊，风化、冲沙等等，它有个沟，那块地质条件肯定不好。凸起的山相对来说地质条件比较好，但是现在可能来说，这个春日高的这种山脊头也可能不一定是正确的选择。为什么？这一块来说，它可能是几个构造运动啊作用下的，把它挤起来了。它可能有岩石中储存了一些能量。当你达到一定的时候，它可能产生岩爆。但是无论如何，可能更主要的是看我们整体的线路。我有某个功能是第一位的，困难是第二位的。假如说要我来做这个，我可能要根据上层的分布情况，假如可以选择线路，不一定说就是沿这个山脊走了。您会开完了吗？对，给你开玩笑的，没问题。您平时开会旁边也有人给您拖着模型，所以刚才洪工在回答你问题的时候，有一句话你听到了没有？特别有底气的一句话，就是对于他们这些工程师来讲，困难是摆在第二位。首先是设计的要求，是吧？你这条隧道要满足什么功能？大概的选线是要从哪儿走，剩下的交给我们，困难我们都能解决。这种底气，基本上没有什么您没见过的地质构造了吧？遗憾的就是没见在活火山附近的隧道没做。活火山，对。但是我们很多是一个喷出岩啊，这个还是比较多的这个岩石啊，包括地震区啊、地震带这我们做过隧道还是比较多的。这就是底气，这就是本事。谢谢洪老师，然后我也希望以后能在您的团队里跟着您一起改造世界。好，谢谢。洪工好，夏老师好，我是一名动车组机械师。洪工，我也看过一些你的资料，然后你好像曾经获得过一次詹天佑奖，那是铁路人都梦寐以求的一个奖项。然后我也看过关于詹天佑的一些书籍，然后里面有这样一封信，就是写给他在国外一个照顾他的夫人的信，上面说的是好像我成为了中国最佳的工程师。那您身为咱中铁的总工程师，也是一个最佳的工程师，你心里有什么感受？谢谢你啊。这个首先啊，我不敢说我成为了中国的最佳工程师，因为像开创性的工作啊，我们还没有做。像詹天佑这个老先生啊，咱们这个张唐铁路开创性的工作，他是你说的最优秀的工程师。第二个，我觉得我做的工作方面来说，值得我自己感觉到有点欣慰的，就是我们把水下隧道技术开创出来了。以前我们大部分在陆地上做隧道，做水下，对中国可能当时不敢想象，所以感到比较欣慰。第二个就是说，很多工作在做的过程中啊，有很多人跟你一起来帮助你，因为一个人的知识面毕竟太窄了，他不可能地下工程学习面太广了，各方面的专业人才，他能够想到一块来做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推进。比较自豪的就是我们有一批人来贡献在我们国家的
隧道和地下工程的发展上面去。但其实您也谦虚了。如果说詹天佑先生那个年代，就像您说的，那个时候个人的能力确实可能是要发挥很大作用的时代。但是今天无数的工程师可能都是在团队中，也许无法显现他们其中每一个人的名字，但是这些团队做的事情和詹天佑先生当年一样，都是在创造新的历史，包括您。小田儿也非常谦虚，上来半天没介绍自己干什么的，就说自己是一个铁路人，但是他的工作非常特别。我们是做动车检修的，我们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动车的医生，然后我们还有自嘲的名字叫做掏粪男孩。掏粪男孩，简单说吧，他们的这个检修主要是在一些应该叫清洁设备。对对，无物箱、中转箱。无物箱、中转箱。换句话讲，各位乘坐高铁的时候，如果没有按照高铁的乘车的要求，随意的往马桶里、水池里扔入一些卫生纸啊，什么结了团，冬天再结成冰，一旦造成设备的故障，就要靠他们。很了不起，我觉得很了不起。他是班长，他是他们那个班的班长。对对对。我是他们的小师傅。小师傅，很严厉。我年龄比较小，我身边现在带了一些徒弟，都是比我年龄大的。红红还是有个问题，就是想问，咱们的隧道也走出了国外，咱们中国的高铁也已经走出了国外，就是咱中国的价格优势已经慢慢的下来了。以后就是对比的，就是售后服务，你对中国高铁的那些发展有什么意见没有？你对中国高铁的那些发展有什么意见没有？咱们中国高铁啊，现在目前为止要走向世界，应该说是刚刚迈出的比较小的一步。真正来说要走向世界，我们可能要把我们的建设理念、建设标准、设备标准等等的推向世界。现在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没有做到。包括我们在现在在建设过程的一些项目上面，还有一些障碍没有克服。比如说中吉乌铁路为什么一直没建成，就是因为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轨距的问题。我们是1435，人家是1520的轨距，轨距不一样，铁路。所以说，要在这个上面，我们要形成一种国际上面能够大家一个共同的一个接受的一个标准来往这个方向推，可能我们的走的路子可能就是更顺畅一些。好，谢谢红红。红红，我还有一点想说，因为我们是修高铁的，是高铁检修方面的。您呢？您是建轨道的，也就是说，如果说没有你们的，就是建的这些轨道，可能高铁、火车就不可能在路上跑着，所以很感谢你们。但如果没有你们维修，铁道建成了，火车也跑不了，所以也谢谢你们。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坐车的人，他们是修路和造车的人，所以谢谢你们。谢谢。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今天我们听了洪凯荣工程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开讲，还有对每一个问题的细致的解答。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还是拿一张观众的小纸条，但它不是问题。这个小纸条让我非常感动。他说：“我是一名贵州人，从小就感受到每一个隧道的重要性。每次去外公外婆家、去爷爷奶奶家的路，都是由隧道连起来的。所以我想，这位观众，他的隧道连接起的是他和家人之间的亲情。隧道也好，这些铁路人也好，一带一路也好，它不仅仅是地理概念，因为它连接起来的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故事、不同的生命的感悟，更重要的是连接起了一颗又一颗的心灵。再一次掌声感谢洪工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下一期再见。街头，想要自己的路自己走，不给平凡生活个借口，只要给我机会去